今天的月亮又不圆，你出来看什么？什么时候过来的？月亮升起来的时候。一直在这里？嗯，在想事情，但没有想明白。想什么呢？我今天下山去了趟城镇，在临街的茶铺坐了一下午。为什么？我想去看看你拼了命也要守护的人间。看得如何？看了一下午，看到32对夫妻走过，牵手的很少，吵架的却有5对。吃食摊上一共有123个顾客光顾，有9个孩子买了糖葫芦，10个老人进了药铺。旁边首饰铺的老板有点坏，同一款簪子卖给前一个顾客60文，卖给后一个顾客却要90文。另一边还有一家赌坊，进进出出不少人，赢了出来的没几个，输光了被扔出来的却有3个。还有一个小贼，顺手摸走了别人的救命钱。街上路人来来往往，也没有见谁路见不平出手相助。谢雪晨，我觉得不只是你无聊，整个人间都很没意思。日复一日，为了几两碎银，忙忙碌碌，点头哈腰。所谓的海誓山盟，敌不过柴米油盐，多的是相看两厌。欲海无边，贪心难填，明知是坑，却还是要往里跳。好人不一定能寿终正寝，得享天伦，坏人也不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报应。总之啊，世态炎凉，欺善怕恶，麻木的不敢清醒，清醒的未必会改过，改过的不一定会得到，得到的又忘了珍惜。这就是你半日得出的结论？人间无聊、冷漠，且平庸，且活该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南旭月在想什么。你们在明，暗族和朽仙阁在暗。若不反客为主，只能永远处于被动。所以，你们想借移交混沌珠之时，将敌人引来明处，是不是？是。这次来的是赤影，是3影中最狠辣的一个，很难对付。很难对付也得对付。谢雪晨，明日之后，仙盟就会安定了吗？不会。那人间会变好吗？也不会。那你为什么还是要往上冲？就让他们自生自灭不好吗？在你看来，人间一团糟乱，是不是？那还用说？在这糟乱之中，你就没看到一点希望？就那么一丁点儿，算什么破希望？有那一丁点，便不到放弃之时。就像当日我带你回雍雪城一样。你不是说过想要离开暗域，过普通人的生活吗？正是因为我相信，所以才带你来了雍雪城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，和他们一起修炼、玩乐，不用厮杀抢夺、毒花酿酒，
枕刀而眠。相信，便有可能。穆玄灵，半日时光是看不懂人间的。以后若有机会，我带你去看真正的人间。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为盼桃花10年前，10年后，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，一样傻到可以为了陌生人去死。谢雪晨，有没有人跟你说过，你活得真的很理想？理想到让人想。想什么？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为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谢雪晨，我想跟你去看真正的人间。但可惜，过了你的人间，我便没有以后了。罢了，这该死的人间，便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为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走了，明天见啊。此生无忧无怨，陪在你身边。谢雪晨，你是怎么了？竟然，他今天好像有些不对。罢了，明日之后再说吧。如果他愿意告诉我的话。人间，希望。谢雪晨，你想守的东西，我便替你守上一回。桑琪不肯告诉我赤影和朽仙阁所在，一定是对我有所提防。那就只能看明日了。赤影一定会行动，一旦锁定，我便找机会将他拿下。继任大典开始。家父仙逝后，仙盟无首，苍生难安。经由5大门派一致决定，由玄天门法剑尊者出任盟主之位。法剑尊者，请。法剑与上任盟主谢道成乃故交，深知谢盟主心怀天下苍生，为维护仙盟稳固，殚精竭虑。此后，法剑定当尽心竭力，继续以天下苍生为重，维护仙盟之威望，稳固仙盟。晚辈代表雍雪城，
恭贺新任盟主。那就由晚辈为您开启出塔封印，请随我来。盟主只需将玉令安放其中，便可开启此法器，届时便可取得混沌珠。原本以为这座塔只是用来容纳混沌珠的，没想到这座塔本身就是一座法器。是。家父知道有人一直在觊觎混沌珠，是要让天下大乱。他为保混沌珠的安全，用尽毕生所学，将整座塔都化为了法器。什么样子啊？是，对呀，从来。师妹，快看，这就是混沌珠啊！我也是第一次见，好漂亮啊！真不愧是上古神物。混沌珠已出珠塔，敌手在岸窥伺，此地不宜久留。我等这便护送混沌珠回玄天门，入万年石窟保管，定不会有失。盟主莫急。南虚月，诸位莫要惊慌，此乃9天垂云阵，是南庄主专为今日研制的阵法。无论是暗族，还是仙魔内奸，都逃不出去。谢城主，这是何意？当日我入万仙阵修补结界，却遭遇暗族提前设伏。家父法相至今于雍雪城闭关，却无声无息被杀身亡。镇明仙盟法相境的高层之中，有与暗族勾结的叛徒。现如今暗族入侵，却怎么也找不出其所在。必定是有人助其藏匿，对方要的是混沌珠。就算之前按兵不动，今日也必会在场。还请盟主
和玄天门诸位念诵延咒，先助暗祖。延咒？那我的魔气？不，谢雪晨是故意的，又玩阳谋，引蛇出洞。若放在暗域，也是个姓臧的。谢城主言之有理，不过前几日玄天门弟子已用延咒大锁，并未找到那暗族，如今再试，恐怕结果还是一样。这就是我请诸位聚集于此的原因。这朱塔之中，有家父设下的对峙暗族之心旨。南庄主以朱塔为阵眼，开启9天垂云阵，可以将延咒的力量增强数倍。还请盟主念诵延咒。好。师爷，师兄，穆姑娘，我们几人之中，法剑尊者的道心最为稳固，万万没想到，竟会遭到你这暗族入侵。道心稳固，仙盟修道，总以为修为高便道心稳，错了，都错了。法剑心中有除魔执念，可他年事已高，便更加担心死前难偿夙愿。他越急于求成，道心就越乱。他自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他挡不住魔了。你以为控制了法剑尊者，便可以夺取混沌珠？法剑可有500年的修为，在座的除了你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只可惜昔日的第一剑修，如今灵力不足40%。等我除掉你们这帮蠢货，再带走混沌珠不迟。谢晨，穆姑娘，穆姑娘，穆姑娘，他体内怎会突然魔气异动？一念，你没事吧？谢城主，师兄入魔，我无力阻拦。几位掌门应该可以对付师兄。谢城主，你灵力尚未恢复，还是先在朱塔内躲一躲吧。今日生死难料，大混沌珠绝对不能落入暗族之手。我先带混沌珠回玄天门，玄天门的万年时空能阻隔邪祟，定能护混沌珠周全。尊者是觉得此战仙盟必败，才会说出如此漏洞百出的话吗？谢城主，这是何意？当日是法剑尊者发现了暗族，让玄信率弟子以延咒满城搜索，证明他那时并未入魔。以法剑尊者的修为，赤影想要成功附身，绝非一时半刻可以成功。那么，便只有一种可能：当日有修为高深之人，自愿让赤影藏身，且在之后协助赤影。如今看来，就只有一念尊者你了。谢城主灵力尚未恢复，被你猜到，倒也无妨。你早就怀疑我了。
并非如此，是今日赤影的暴露，才让我联系剑后，有所推断。你猜的不错，前夜我与师兄论道，他发现了我的异常，但我早有准备，以法阵束缚住了他，让赤影偷袭，一点点控制师兄的心魔，整整1夜，方才成功附身。所以，当日也是你开启双向法阵，放赤影入雍雪城的。是的，是你杀了我父亲。为何要杀他？你该知道，他即便是死，也不可能交出雍雪城谕令的。但他死了，盟主之位才会空出来。盟主之位，仅仅是因为盟主是我想让师兄当盟主。法剑尊者不愿意当，你就让赤影附身于他，待他答应。师兄若清醒，他绝不会答应做这个盟主。我只有用这个办法。谢城主当是明白人，今日仙盟已败，混沌珠意在我手，不如打开结界，还能换得一命。尊者是觉得我惧死？不惧死，又何必与我说这么多？自然是为了让你多说一些。今日我既设下此局，又岂会用真的混沌珠？方才取混沌珠时，我提前准备了一道奇果。你以强光作为掩护，偷天换日，以假乱真。尊者或许不知，运秀山庄有一种灵珠，叫阳生珠。你该不会让所有人听到了我们的对话？猜来猜去，叛徒竟是一念。被你们知道又何妨？谢雪晨现在灵力不足4成，就凭你们几个，休想拦得住我！不要再浪费时间了，速战速决吧！爹娘，别过来！山无障。这是法剑的绝学山无障。山无障一出，无人能敌呀！血之间刺破炎热，重复天命的思想。越过的热烈，劈开日月，不畏风雪，复现天下的契约。你手中有一切，这一场轮回上，燃尽着一世化过别。念宋元咒，驱逐赤影。
师傅没有骗你吧？我说过，1个月之内不回暗域，你的魔气就会撕裂你的身体。你入人界已有半月，反噬开始了。灵儿，就趁今日，协助赤影夺到混沌珠，回到暗域，回到师傅的身边。人间不值得留恋。人族踩着他族的尸身血肉，构筑辉煌，他们永远不知满足，不知自省。人族才是万恶之首，根本就不该存在。记住，完成任务，回到暗域，回到师傅的身边，你才能活。我亚宇，我亚宇，穆姑娘，穆姑娘。高术士，谁敢再念一句言咒，他就没命。穆玄灵，你疯了！放开我！哼！你们不是一直在找邪盟内奸吗？那我便告诉你们，你们之中还有一人。与暗族私通，就是你们最信任的谢城主啊！休要胡言！你不过是想离间仙盟内部。我可没有胡说。你们眼前的这位，就是我们暗域的圣女，尊上桑奇的亲传弟子，正是谢雪晨把她带回雍雪城的。不信，你们可以问问他呀。是，我没骗你们吧？正是你们的人族之光与我们的暗域圣女私通。穆玄灵，放开他！交出混沌珠，打开结界。你都已经失去了神智，还是连句重话都不愿意对他说吗？也罢，就让师傅来帮帮你。交出混沌珠，打开结界，否则他们都会死。穆玄灵，穆玄灵不会杀他们。穆玄灵也许不会杀他们，但谢城主，你不会吗？刘雨石，不愧是精通天下法器的碧霄宫公主，见识非凡。刘颖石乃万年前神界天梯坍塌之时落下的碎石，能记录真实的音像，修为再高也篡改不了。也就是说，刘颖石所回放的必是真的。你这妖女到底想干什么？快放了救命！别急，趁今日人都在，我想请大家看一段被隐藏了10年的秘密。什么？谢雪晨，告诉我为什么？你为什么
谢城主说不出口，那不如我替你说吧。10年前，有一位少年修士下山历练之时，碰巧路过明月山庄附近，一时兴起便留下游玩。当夜，恰巧遇到桑奇席庄，少年修士前去除魔，谁知除魔不成，反而道心不稳，被暗族附身，亲手用万刃剑杀了当时的仙盟盟主高凤许。当夜，少年修士的父亲赶来支援，却见自己的儿子杀了盟主。公义终究抵不过私心，那位父亲趁无人发现，抹去了盟主伤口上的万刃剑气，瞒下了儿子被暗族附身杀人之事，却因良心难安，罚少年修士上问血崖丝布，一待就是7年。我赠你万刃，是想将天下安危托付于你，而你却用它杀害同盟，铸下大错。如何啊？这个故事精彩吗？那天的事，我什么都不记得。这不正是被暗族附身的症状吗？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们最信赖的谢城主，也不过是一个道心不稳、手染无辜同盟鲜血的庸人。你们这么跟随他，不怕被他带入死路吗？诸位莫要听他胡说，她是暗域妖女，她的一面之词就不可信。世间之事，亲眼所见都未必为真，更何况只是区区一枚石头的流影。但流影石的确做不了假。看到了吧，整个仙盟，无人敢为你父亲说话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杀他的是谢雪晨。你这妖女，休要胡言乱语，蛊惑人心！石影，趁今日人齐，就将他们都杀了。法剑500年修为，体内金丹威力巨大，引爆此丹，半个雍雪城都会给你陪葬。还有这种玩法，那就玩去大的吧！南虚月，加固结界。南虚月，今日就算我死在这9天纯云阵内，你也不能打开结界。区区法器，妄图阻我！雍雪城弟子护阵。是。雍雪城弟子崔南淼护阵，雍雪城弟子王正护阵，雍雪城弟子护阵，雍雪城弟子巅峰护阵，雍雪城弟子穆玄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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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护阵，穆玄灵护阵，穆玄灵护阵，穆玄灵护阵。你的脾性与雍雪城并不相合，所以到了雍雪城，你要从最初级的外门弟子做起，修身养性，重新来过。雍雪城弟子穆玄灵护
布阵。身为我雍雪城弟子，哪能如此萎靡不振？但我入门比你早啊，你是小师妹。雍雪城弟子穆雪令护阵。你不是说过，想要离开暗域，过普通人的生活吗？正是因为我相信，所以才带你来了雍雪城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。相信，便有可能。穆雪令，以后若有机会，我带你去看真正的人间。谢雪城。灵儿，你太令我失望了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下不了手，为师帮你做个了断，不好吗？你方才并非被暗族附身。是你自己对人族有疑，对仙盟有恨，才会受不住魔音的蛊惑，入魔为我所控。你应该也听到了，当年那日，谢雪尘是被暗族附身，所以你心心念念10年的人，根本就不是他。你早就知道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因为恨。能够让你强大，恨能够让你在暗域活下去。那真正的大哥哥呢？那夜之后他去了哪里？暗域10年，我从未见过他。暗族身毁，重归虚空海，重新化形出世之日未可知，或明日、后日。亦或是100年、1000年，你该有些耐心，灵儿。为了他，你也该回到暗域来。你犹豫了。因谢雪尘而犹豫，所以方才你即便知道谢雪尘不是那个人，你也愿意同他一起去死。荒唐！如何活，该是我自己决定的。即便是你，也没有资格替我决定。灵儿，你说出这番话，师父会伤心的。你的心，不是早就死了吗？死在你断臂那时。我要去走我自己的路。
即便那是条死路。是。那便滚吧。她是桑奇弟子暗域妖女，绝不能留，当按仙盟律立即处死。她只是一时被魔气控制罢了。此妖女入魔是事实，能被控制第一回便有第二回。桑奇弟子绝不可能从善，除恶务尽。师父。 谢城主，你当真要护着这个妖女？他为左，不该死。若被控制行恶，便不算行恶。那死去的法剑尊者该向谁讨还公道？素公主是一指穆玄灵，还是一指我？高盟主之事，你当有个交代。 高凤许之事，我给你们一个交代。高凤许，他活该。穆玄灵，10年前，桑奇西庄之夜，我就在明月山庄为奴，是高凤许先要杀了我，那暗族为了救我才杀了他。哼，一派胡言！堂堂仙盟盟主怎会针对你一个灵奴？ 你们以为高凤雪是什么好东西？她身为仙盟盟主，平日里带头欺压凌虐灵族，看似高风亮节，实则不过是一个沽名钓誉、残忍无情的卑劣之徒。桑奇西庄之夜，他杀红了眼，看我是个灵族，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杀了我。那暗族看不惯他欺凌弱小。 才出手相助，又有何错？穆玄灵，你凭什么污蔑我爹？你与他相处实在，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清楚吗？你自己呢？当时又在干什么？装什么父慈女孝？不过是一丘之貉罢了。穆玄灵，二位，高盟主之事，谁也没有亲眼所见，吵是没有用的。 是吧？不错，高盟主已逝10年，这生命之事不该轻易被言语左右。若说谢城主有错，也只是一时道心不稳，被暗族附身之过。可这暗族向来难防，否则便不会连法剑尊者。 是吧？谢城主又以一己之力挡下了金丹自爆，救下了我们在座和半城的人。那这功过之间又如何评判呢？高盟主之事可容日后再议。眼下该论的是，这暗域圣女该如何处置啊？ 将穆玄灵禁锢法力，囚禁于冰封地牢之中。如何处置，容后再议。谢城主，我说，容后再议。那么想他，但为什么偏偏不是他？雪晨，仙盟。
师兄，法剑尊者修为深厚无比，你拿元神之力硬扛他的自爆，当真是不要命了。 对吗？方才在正气厅，各派已然想置穆玄灵于死地。若不是城主强撑着伤势震慑住众人，那穆玄灵已被他们当场诛杀。但眼下也只能先将他关入牢中。 他为作恶，不该死。可他身体已经出现了异样。我为他把过脉，他体内魔气异动，时刻都在撕扯着他的经脉，他的灵窍受损。 我也不确定他能扛到几时。最后半月，竟连半点阳光也碰不得，凭什么？我才不要享了阴沟烂区里苟活的输赢！谢城主，你不该来此的。为何会如此？小伤罢了，和你那些伤相比，应该不算什么吧？如今手环已碎，你也别想再把我的伤口转移到你自己身上。谢雪晨。 不瞒你说，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所以呢，杀了我吧，用我的命证明你稳固的道行，平息你与暗族勾结的争议。杀了我，你就还是那个
善恶分明的正道之光。你为作恶，不该死。何为正道之光？一人不救，何以救苍生？我说过，尚存希望，便不到放弃之时。我害你至此，为什么不生气啊？谢雪晨，我没有你想的那么良善。今日入魔，是因为我本就有心魔，若非还有一丝牵念，我也许真的会毁了仙盟，毁了人族。穆玄灵，从与你相遇的第一天起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你为何如此执着于我？到了今日，我才明白，你牵念的从来都不是我。是啊，他是我的大哥哥，我的命是他给的。但今日那一刻，我的牵念不是因为他，而是因为可否还不知疲倦？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，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啊？你不如给我一碟点心，几壶好酒，等我吃饱喝足，你便杀了我吧。谢雪晨，我让你杀了。我不许你死！你不许我死，我也会死。物尽其用这一点，你确实该向陛下斡旋一下。谢雪晨，你走吧。希望下一次我们再见时，你是来杀我的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谢雪晨，我没有机会和你去看真正的人间了。你早就知道是不是？当日我问你镜花宫的傀儡之乱是如何平息的，你回答的支支吾吾，是替他在遮掩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师父，我真的不知道她是安玉圣女，可她的确是用魔功救了大家。但她是灵族，你竟替一个灵族遮掩，灵族最会蛊惑人心。桑琪让那妖女接近谢雪晨，定是想以此来乱了谢雪晨的修行。可谢雪晨本就被困在暗域，压在了熔岩底下，她何必多此一举呢？你懂什么？桑琪向来阴险狡诈，以玩弄人心为乐。桑琪是我镜花宫的死敌，有不共戴天之仇。我不会放过他，也不会放了那妖女。
师父，桑琪骗过你？胡说什么？他一个下贱灵族，也配染指我镜花宫的人？师父，您对桑琪的仇恨未免也太过浓烈了。秋眠，你也要恨他，必须恨他。他不仅血洗了明月山庄，还害死了你母亲。您不是说母亲是难产而死吗？师父只是一时口误罢了。我累了，你先出去吧。这结界是摆设吗？怎么你也能进啊？这冰牢结界是专门用来困住你们这些囚徒的。我们这些正派人士，当然可以随意进出了。正派人士？那这位正派人士，你来这里干什么呀？就算我要死，也轮不到你来行刑吧？穆玄岭，你这张嘴，有现在的这些状况，都是自找的。我们大小姐屈尊降贵来这冰牢之中，怕不只是为了羞辱我几句吧？怎么，有事儿要问？是想问我桑琪有何计划，还是问我为何污蔑高凤许啊？我是想问你，桑琪是如何害死我母亲的？你母亲不是难产而死吗？和桑琪有什么关系啊？虽然不知道素宁真跟你说了什么，但据我所知，你出生的那一年，桑琪正在闭关，不可能跑出去害死你母亲。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话？你要是不信我说的话，何必来找我呀？20年前，我还没有被桑琪收养，也是从别的暗族口中得知，当年桑琪身受重伤，断了一臂，闭关3年，所以他是不可能去人界的。桑琪曾断过一臂。高修士，你话问完没有？问完就走吧，不要打扰我休息。穆玄岭，你对我的态度为什么永远都是那么敌视？因为你们父女俩都一个样，对别人的恶，从来不会放在心上。你说话说清楚了，我哪里对你恶过？当年高高在上，处处欺辱灵族的不是你，桑琪来宫与我换衣，让我替死的不是你吗？他的演技，当年那个是你。你看吧，果然是忘了，
我的命就这么贱？我没有忘，不是像你说的那样的。是父亲不准我与灵奴亲近，我待谁好，他就会惩罚谁，所以我才对灵奴故意装作凶恶的。至于让你替死的事，是当时庄里厮杀的太严重，我在那儿吓傻了，都是长老们安排的。等我回过神来，我已经被拉走了。等我要去救你的时候，你已经被带走了。穆玄灵，这件事我也不想这样的。是，所有好处都是你得的，坏人都是别人当的，只有你纯洁无辜，我的大小姐。穆玄灵。高修士，谢城主有令，将莫姑娘暂时关押，任何人不得煽动私刑。我有对他做什么吗？我倒是要提醒南庄主，你并非仙盟中人，凭何护他？运秀山庄虽未在仙盟之中，但也不是一个小小金丹可以放肆的对象。好，看在你们运秀山庄的面子上，我不与你们二人计较。又蠢又怂。这是因为魔气异动吗？嗯。我来帮你上药吧，伤口很快便会愈合，只是会有点痛哦。应该不会比魔气入体或者魔气逸散更痛了吧？这是生肌散，会加速伤口的愈合，只是会又痛又痒，像虫蚁噬咬一般。要不还是别治了吧？伤疤是灵族的勋章吗？那要不要试试辅肌散，能让你的勋章更华丽些？南庄主如此汪风霁月、高洁如莲的人，怎会有如此邪恶的毒药？那自然是因为我并非是一个高洁如莲之人啊。运秀山庄的药果然是神奇，好得这么快。你还有多久？半个月吧。所以啊，你劝劝谢雪晨吧，该杀就杀了我。即便你已经知道他不是你的那个恩人，你还是会如此义无反顾？先前可能分不清，但在吃引爆金丹的那一刻，我知道我有多恐惧。我怕天地间再无谢雪晨。除却当日的恩情，我想我应该是喜欢他的吧。不过我就要死了，这算不算客死他乡啊？还是算了，我的乡在哪里都不知道，还他乡呢？若我带你离开，你可愿意？运秀山庄的药里自成一格，我可以助你淬体强身，抵御魔气。我的阵法亦是天下无双，可护你不被灵族、暗域或者仙盟中任何一人发现。随我回去，你便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，可好？但雍雪城丢了重犯，又该如何交代呢？你留下就会死，便是死，也要保着他。我自己选定的路，选定
随我回去，你便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，可好？可雍雪城丢了重犯，又该如何交代呢？你留下，就会死。便是死，也要保着他。我自己选定的路，选定就不改了。这便是世间情爱吗？强者因此软弱，智者因此痴愚。南庄主，若你真想帮我将阿宝托付给傅兰生，请他带他去碧霄宫找爹。若是找不到，就送阿宝回家吧，好吗？好。哥哥走好不好？哥哥带你找爹爹。碧霄宫有好多好多的宝贝，宝气十足，想要什么任你选，不要哥哥，我把我的宝贝都送给你好不好？你帮我救救姐姐。小阿宝，来，听我讲，这是你穆姐姐唯一的请托，跟傅哥哥走吧，这样才能让姐姐安心啊。然后赶快找到自己爹爹，也让自己母亲安心。纵然是我们的小阿宝，也有自己要做的事，要负的责任呢，对不对？可是哪有死？姐姐是无辜的，你也不想让她死，对不对？咱们想想办法去救姐姐。城主，你的伤势可有所好转？疗愈还需些时日，不过已无大碍。苍长老那边如何了？朱塔一战，法剑尊者身死，仙盟伤者众多。苍长老正在处理善后之事，可能还需要些时日。你来找我，可还有事？仙盟各派掌门与正气厅求见城主。好。师兄，
有事便直说吧。我听见几句各位掌门的对谈，他们似乎对师兄你有些微词。他们说你……师兄还是亲自去听听吧。谢城主，暗域圣女的事不能总拖下去。是啊，就连其他仙道门派也都知道了谢城主与暗域圣女私交甚密。我等担心。话既说到这里，也不必再遮遮掩掩了。你身为雍雪城城主，却罔顾仙盟之规，引来祸患，是否也该对此有个交代？谢城主，谢城主，何道主。哎呀，方才那几位的态度，你都看到了。这些人刚受了你的救命之恩，转眼便出言相逼，实在过分。人之常情，当立场相悖时，又谈何恩情？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呀？我与你父亲是多年的故交，不会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指责你。但此次仙盟接连遭受重创，先是你父亲遇袭，新任盟主也遭暗族祸害致死，主塔又受创破损，整个仙盟人心惶惶，急需一位新的盟主来稳固仙盟啊！何道主的意见甚好，不知您心中的人选是？在成为盟主之前，必须先处死暗域圣女，彻底与汉族划清界限，为自己正声名，为仙盟树威望。谢雪晨，你现在在做什么呢？我跟南虚月借了纸砚和笔墨，也没别的事儿，就是想提醒你，该杀我了。拥有一念善意的恶人，本质上仍是恶人。如此简单的道理，正道之光还能不明白吗？别有负担。诛杀我后，只要在忌日给我准备好酒好肉，我便不怪你。
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唯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你我那一个人，一双梦，再别无所恋。此生无忧无怨，陪在你身边。秋明，师傅，这么晚了，在我屋外做什么？那个雍雪城的人来过了，说明日请您去趟正气厅，要处置那个穆玄灵。你莫不是同情那妖女，想替她求情吧？同样的错误，你到底要犯几次？你何时学得如此心软畏缩，竟同情灵族和暗族？师傅，他也算是救过我们镜华宫一次，还有当年桑琪西庄，他为我替死，我终究是欠他份人情，所以您能不能明天去替他求求情？师傅，就算我求你了，师傅。你同你母亲一样心地善良，但是秋明，有些人有些事不值得你如此记挂，他们本就不该出现，更不该留下。更何况，谢雪晨身为这雍雪城的城主，要想挽回过失、平息争议，就必须亲手杀了那妖女。不然，这雍雪城的名字可就要蒙尘了。杀了我吧，用我的命证明你稳固的道行。平息你与暗族勾结的争议。谢城主在成为盟主之前，必须先处死暗域生，彻底与暗族划清界限。杀了我，你就还是那个善恶分明的正道之光。穆玄灵，走吧。他终于想通了，听人劝，吃饱饭。走吧。穆姑娘虽然是暗域圣女，但也没做什么坏事。我们这样处置她，太残忍了。还好我没告诉阿宝，他要是知道了，肯定很难过。南旭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吧，别在这关心了，太残忍了。来了。城主，人已带到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
有。你的伤好了吗？已经好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开始吧。谢城主，你这是何意？为何不直接杀了他？我散他魔功，将他囚于雍雪城1000年，已是足够。她是暗域圣女，只此一条便可定她死罪。谢城主如此恐难服众，尤其会让玄天门诸位修者寒心。穆姑娘当然是被魔气所控，待神智恢复之后，一去阻止迟疑，内心向善。逝者已逝，如何处置，本就是活着的人该做的选择。谢城主若不杀他，便由我来杀。师父。这里是雍雪城，这是我的决定。谢城主，你这是想公然包庇他？袒护罪人才叫包庇，而穆玄灵无罪。无罪？谢城主这是何意啊？自暗域起，穆玄灵便一路助我，助谢盟，追玉令查内奸，灭三营。他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可以牺牲。这样的一个人，若仙盟只因他的身份便定其罪，欲取其命，是仙盟的过失。我不认同，亦不遵从。谢城主以莫要善恶不分，难道素公主的是非善恶便是真理？我谢雪尘立誓，自有我的道心，亦有我的判断。给穆玄灵散去魔功，并非定他之罪，而是要让他彻底脱离暗域的生活，囚他1000年，了却过往。从今以后，穆玄灵便是我雍雪城的人。
想不到谢城主也是一个有心之人，吴姑娘大难不死，真是件好事。的确是好事。